每天都闪，没有一天不闪的。没有一天不闪的。对。晚上就会这样闪，就开灯它也会这样闪。就是开灯，这就是刚才就是开着灯了。这不开着灯吗？对它，然后它有时候还不亮。还不亮。对，闪也不亮，然后就是开个灯还不亮。你看这个就会这样闪，对，这样闪。等到晚上，所有房间都是这样的。这种情况是电压不稳吗？开始怀疑是灯的问题，发现所有的灯都这样。去测一下电压。你看啊，它厨房燃气热水器显示正常，它不闪。测量墙上的插座电压，电压很稳。那是灯电路单独的问题吗？这个得打开配电箱看一下。房主说这个故障很长时间了，也找过师傅来查过，没找到原因。那就看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查。灯的电闸，上万用表，先测量灯闸下面的零火线电压是不是220伏，电压很正常，也很稳，表针没有波动。但是这个时候开灯，灯也会闪一下，或者是直接就不亮。这几个屋的灯都是一样，所以说和开关没有关系。开关他们都检查过了，没问题。那先看一下电闸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。螺丝刀一碰，这个地方呲呲打火，然后灯就会闪。这是接触不良吗？压紧螺丝。当然，如果这个线头虚接，接触不良也会出现灯闪的现象。我现在测量这两根铜线，电压正常，线压的没问题。但是现在这个灯它还是不亮，灯是开着的状态。我现在拉闸送电，再拉闸再送电，这个灯会闪。诶，怎么又不闪了呢？它干脆就不亮了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了什么原因，和电闸没有关系。碰一下运气吧，就是拆掉厅里边这个小灯，看上面有没有主电路。这次出来没带小梯的，拆工具箱，拿掉灯罩，测量火线带电，零线带电。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灯不亮是因为零线虚接，就是没有零线。而在电闸这一头，零线不带电，火线带电，正常。所以在这一块是没问题的。问题出现在哪呢？拉掉电闸，现在灯上是不带电的。拆下灯的固定螺丝，把灯取下来，有主电路，有电线接头，这就好。这里如果是从配电箱过来的第一个接线盒就好了，看这个样应该是。如果这里有问题，其他房间的线路也会不好。这里就像一个交通枢纽，四通八达，去各个屋的线都经过这里。假如这一根是从配电箱过来的主零线，那么什么原因会造成零线虚接呢？看这个线的方向应该是从配电箱上来的，过来的。但是我拽一下还拽不动，造成零线虚接接触不良的地方，这个接头的嫌疑很大。你说这个零线在墙里边断的可能性不大。我现在把电送上，你看现在这个灯是亮的状态，现在很正常，开灯关灯都很正常，也不闪。用电笔测零线也不带电，火线带电，现在什么也正常。我拽一下线就拽好了，打开它这个零线接头，看能不能发现问题。接头挂的焊锡，是不是所有的接头挂焊锡接触就能好呢？这个不一定哦。打开这个接头看一下吧。在掐这个接头之前，我先把这个零线给掐断。我看一下这个零线是不是从配电箱过来的主零线。掐断这个零线以后，我送上电。刚才其他屋灯都亮的，现在都不亮了。
灯都是开着的状态，灯不亮。现在测我掐断这个零线和火线之间有220伏的电压，这就是说我掐断这根是主零线，从配电箱过来的，这就好办了。所以我现在就认定这个接头没接好，虚接。我把这个接头掐下来看一下，这些接头虽然是看着挂着焊锡，但是线都是虚接的状态。你看它这个线绕的挺好，对吧？很正规，绕这么多圈，挂焊锡也只是挂了个表面，这个焊锡没起作用。这个线绕这么多圈，必须绕紧喽才不虚接，不然的话就是看着线接的挺漂亮，但是线与线之间没有压实喽，处于虚接的状态。我给你测一下这个导线与焊锡之间，你看有的它都不通，这种现象我以前遇到过几次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其实它是虚接的，就是它的原因啊。这个火线的接头也得重新接，这样把这个零火线的接头重新接一下。这个有点矮啊，这还漏了。接完线头把灯装上，灯罩一扣，完活，送上电，这样这个灯开关就正常了。好了，这电路就解决了。对于年轻的小电工，一没车，二没房，三没丈母娘，一定要勤快哦。不用，我们自己弄就行了。这个我们自己弄，不用弄。这这我们自己弄就行了。行，这就完事了。没事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给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干着活自己就停了，然后就启动不了了。什么设备的这个？我那天干活的停了就。现在能启动吗？没反应。输入电压，通电没反应，输入电压有啊，输出也有。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都很正常，400伏，而且不缺项。那就往下测量它这个电源块，因为我看到电源块没亮灯。输入电压没有输入，还得往上查。变压器输入380，正常。输出上面写着，一个是110伏，还不是220，是110，一个是24伏，都有。PLC 也不亮，也是没有输入电压。那是保险丝断了吗？拉掉电闸测一下保险丝。在之前我都问了，说保险丝烧没烧，他们说保险丝没问题，都是新换的，所以才请我过来。当然测保险丝的通断，保险丝没问题，3个保险丝都测了，都没问题。把设备送上电。您看这个线号0和5就是 PLC 的输入电源，当然测它的输入电源是没有的，还是没有电进来。它和这个电源块是同一个电源，都是0、5，输入都是110伏，没有。现在按设备的启动键没有反应，交流接触器应该吸合。它吸合以后，这些电源块啊 PLC 都才有电。看这个线号就是需要它吸合，它的线圈是一个110伏的线圈。你说是哪里的问题呢？很奇怪。需要110伏它就吸合，你看测变压器输出都没问题，所以还捋它的控制电路在哪断了呢？看吧，我打开上面这个屏幕看一下。除了这里还有哪里有机顶开关吗？没有了。05在这儿，0534这是个机停，
机亭3、4是哪来的？3和4。收进3是哪来的？还有从那边这个屏啊3，它是3000多的。3。3。哎呦，3就没有5，3在这儿。3在这儿，就捋一下它这控制电路是从哪来的。1是从变压器出来以后进入了保险丝，保险丝出来以后是2接哪去了？2接了个什么以后又到了3，2和3之间接的什么电路呢？有没有可能接着一个机亭开关或者是限位开关？它这个设备后边有一个限位开关，不知道还好不好用。这个是机亭吗？就是它一撞击它就立马就停了。哦，这线掉了。哦，这行车开关坏了。线断了。这行车开关平时还用好使啊？是吗？对，这它一碰它就停了，整个设备就停了。那可能就是它的原因，把线头重新给它接一下，压到这开关的长臂触点，这可能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线头给碰掉了。哎，很好。简单画了一个原理图，看一下。变压器输入380，输出一个110伏的交流电。变压器输出1通过保险丝到2和3之间是一个限位开关，这个触点是长臂的，一碰就断，然后进入机亭开关，然后再往下就明白了，就是一个启动自锁电路。所以说现场怎么按那个启动开关就不好使。开始只插到这一块电路没有反应，没想到这里还有个限位开关，线头断了导致的不启动。好了，这个电路比较简单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